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罗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如何突破目前困境。如果你现在正面临一些瓶颈、困难或者是难以解决的麻烦，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影片能够给大家一个解决的方向。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软 Q 肉球馒头，还有提瓦兹的卢恩符文。第二个选项是粉嫩桃子馒头，还有伊瓦兹的卢恩符文。第3个选项是浓郁栗子馒头，还有阿尔吉兹的卢恩符文。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哦。那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也欢迎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者是留言给我。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个选项，选择软 Q 肉球馒头和提瓦兹符文的朋友，你要如何突破现在目前眼前的一个困境？我们来看看哦。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你遇到的这个困难或是瓶颈，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出3张牌。感觉好辛苦哦。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能够让你摆脱现在这个困难，或者是一个瓶颈，或者是有什么改善的一个建议，好吗？看一下哟。调整一下，一样，我们出3张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从你看到这个不是动画，我每次一讲动画，你看到这个影片开始计算，往后算6个月，这段期间，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从这个困境，或者从这个瓶颈跳脱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个月，这样会出框吗？我偷看一下哦，好像还好。第2个月，第3个月哦，好，那我们因为有出现一张好的牌了，所以我们就不再继续抽下去喽。好 ，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这3张，这3张呢是目前你现在心里面的烦恼或是瓶颈对你造成的影响。那我觉得，单就牌面上而言，就很明显，你现在会觉得你被卡在这里，就是你被卡在一个你不想要的一个状态之中，而且你是被迫接受的。就这圣杯4，这一次出现在这个位置，我会有一种很强烈，就是你是不得不把这件事情给收下来或吞下来的感觉。那你会有点就是卡在这边，也许你想要往下一个地方去，你想要往下一个阶段走，可是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留在这边，你必须要被卡在这边，而且是被迫的，有一种被迫的感觉，所以你完全不开心，非常的不开心。而且我觉得这个圣杯3，它如果是倒着的话，我会有种感觉，就是你也没办法跟别人讲，不太能够跟别人讲，或是不太能够在公众的一个场合去跟别人说，就是吐苦水这样子，就比较麻烦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体而言，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闷，然后很憋屈、很委屈的一种感觉，就是很闷很闷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让你状态比较好一点，或者是说能够顺利的解决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哦，女帝跟魔术师，还有审判。好，这2张是倒着的。我先讲一下，我觉得女帝在这个地方会是，因为女帝本身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丰饶感，然后有爱、有梦想，然后孕育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面对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可以持续的去做，就是持续的去进行。但是就是持续的去孕育这个不知道，也许是 project 或是你的梦想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可以持续让这个事情存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会觉得你不要用一些太创新的方法去做事。就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梦想，你先不要想说你要去就你先不要想说用什么很奇葩的、很特殊的、很崭新的一个方式去处理，千万不要。就是我觉得你就是按照可能大家怎么走你就怎么走，然后传统上或者是普遍而言大家怎么处理的，你就是这样子处理。OK 吗？好，就是不要特别去做一些奇葩的举动。奇特的举动千万不要。那这张女帝还代表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持续的去孕育它，然后去抓更多的丰富的要素进来。例如说，假设如果说你今天遇到一个麻烦事，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更多的资源，或者是例如说更多的一些人脉资源去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得更完美，处理得更圆满。或者是说，如果你有梦想，就代表是说，我觉得你可能还不够，你的能力还不够厚实，
所以你可能需要更多的知识啦，或是更多的一些东西来 support 你。所以你必须要在例如说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或者是例如说可能拓展自己的眼界，才能够让你孕育的一个东西，或是你接下来要解决的东西，它才能够孕育的更好，或是解决的更圆满，而且不要走一些奇怪的路数，这样子。我今天讲话怎么有点卡卡的？可能是因为晚上了。对，我今天这一次的影片我是晚上录的，其实我本来上午就已经全部 set 好了，但是因为就是有其他的课要上，所以我就只好先放旁边，然后一忙就忙一整天了。我这边的时间现在已经10点多了吧？对，所以我10点多才开始录。那也是因为就是另外一个客人他因为太忙了，没有办法，就是原本我今天还是晚上还有约的，那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看他的流年，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录完，不然我这又要弄到明天了。对呀，好 ，OK 吗？好，那还有就是这个 judgment 这个审判道者，我会认为啊，就是你可能要去参考一些。不一定是从你自己的经验啦，就有时候你可以去参考一些，例如说史料，或者是之前的人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他们曾经有犯过什么样子的错误，或是你可能可以跟一些前辈请教，就是他们之前可能做这个事情，或是他们之前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子处理的，那例如说这样做会不会失败呢？或是这样做会不会更好呢？我觉得你可能可以从一些有经验的人，或是你自己以往的经验都可以，然后去找到一些更确切的可以避免的一些失误或错误，这样子哦。就是如果大家之前有因此受过一些伤，或是有因此失败过，那你就可以避掉了，这样子就是从过去学习。哦，OK。那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几月的时候，应该说离现在开始几个月后，我们可以把它顺利的解决，或是这个事情可以比较顺利的推进呢？好，这是这个月，这张牌是代表这个月，这个钱币10是代表这个月，它是倒着，所以我就认为它是一个不 OK，好，就是无法解决不 OK 这样子。那甚至我觉得可能缺少很多的元素，可以去把它给完成，或者是把它给就是处理好。那接下来下个月这是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倒着，我觉得你到下个月会开始有点急躁，就是有点急，然后可能会有点想说啊，开始慌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不要急，你不要慌，你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先把自己或者是把一些条件给满足起来，把自己的能力给提升起来，或者是把一些解决事情的条件给一个一个慢慢处理好。那今天这件事情就会能够在2个月之后，你就可以顺利的把它给解决，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出现太阳，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大概2个月之后，就是下个月跟下下个月，你就会把这个事情往很好的方向推进，就算不能解决，或是不能够有个结果，也能够走向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方向。然后如果是一些麻烦或困难或困扰的话，应该在下下个月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那还要记得哦，就是真的不要做一些奇葩的事情哦，奇怪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哦，就是按部就班。那从过往一些经验，或者是从一些前辈那边学习，怎么样避开一些失误跟错误，然后照着规则走。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可怕的状态跳脱出来了。OK，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我们的卢恩符文哦。这卢恩符文呢，提瓦兹它是代表一个纪律、责任，然后还有战斗。那也代表一个守信用，因为你看中间这个大叔，这个大叔他叫做提尔，就是这个人提尔。这个提尔呢，他曾经就是反正就是跟一个野兽有战斗过这样子，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野兽这样子。那他是法律之神、正义之神哦。那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这只野兽呢，他跟大家挑衅说，有谁敢跟我搏斗？然后这时候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安静的，没有人敢讲话。然后只有这个提尔，因为他想要就是他想要守一个秩序，他觉得，我们不能够退却，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就跟这个野兽搏斗。可他因此其实失去了他的这只手。那所以其实这一张牌它也代表就是一个精神的强韧，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势必会面临到一些牺牲。但是，嗯，但是我觉得这些牺牲其实是有时候是必要的。就例如说，你想要拿到好成绩，你势必有时候就是要牺牲睡眠嘛，牺牲一些跟大家出去玩的时间，这是一定的。就是我们一定是得牺牲一些东西，才能够取得胜利。OK，所以，嗯，我会觉得，你基本上，我觉得你就是保持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纪律，应该有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就是你不要做一些规则以外的事情，或是一些很奇怪的、不符合规则、不符合框架的一些事情，你还是必须要遵守该遵守的，然后用自己强韧的精神力去面对你现在的难题，或是你现在的瓶颈。即便你知道你会稍微牺牲掉一些东西，你还是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你就能够得到胜利。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最近例如说有一些比赛啦，或者是一些官司，或是一些竞争的事情，跟别人就是例如说竞争的事情，那就是建议你可以在你一些比较贴身的东西，或者是在你自己的额头上，就是画这个，就是用手指，就是在你额头上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文，提瓦兹的符文，它可以帮助你，就是用强韧的精神力去面对你的困难。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OK，好，那我们第一组的朋友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二个选项，选择粉嫩桃子馒头和伊瓦兹符文的朋友，你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状，就是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瓶颈或困难，它对你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子让你的困难、瓶颈或是一些问题能够圆满的结束，或是能够处理的好呢？看一下。哦，舒适圈是吗？看一下，那接下来，从这个月开始，就是你看到这个影片开始计算哦。那我们往后推，看大概什么时候，你现在心里面的问题或者是困难、瓶颈能够得到突破，能够得到解决。我们来看一下。那最多我就是铺陈到6个月这样子。那如果中间有出现好牌，我就停了。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月。是有点粗犷，拉下来一点。好。OK， OK， 我们来解牌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对你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哦。我完全不知道你是发生什么样一个状况，或是你现在面临什么样子一个瓶颈。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你现在目前心里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让你想要前往下一个阶段，或是想要改变些什么，而且是就是你的那个想要前进、想要改变、想要往下一个阶段的那个动力非常的大，就是我觉得会有点大到，就是你会有点想要不顾一切往那个地方冲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你现在的这个心里面的问题，或是比较瓶颈之类的，我觉得你会更看得清楚一些事实、现实面。你会，例如说，可能之前可能比较天马行空，或是比较，例如说可能，就是比较
单纯的觉得好像应该不用准备很多东西啦，或是应该不需要什么什么技能啦，或是哎呀这种事情随随便便做都会成功啦。你之前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思虑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感觉，可是现在你遇到这个问题，你遇到这个状况，你有这个瓶颈，我觉得你反而比较能够看得清事实、现实面，然后我觉得你这样子是比较能够脚踏实地的，所以我本身会觉得其实这个也不算坏啦，就不算不好。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方向还蛮确定的，只是呃，因为你很想要去，可是你现在还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想要往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可能，例如说可能想要做什么新的 project，或是可能会有，或是你想可能例如说想要去游学、留学、打工度假之类，我不知道，就是你会有一个好想好想去的地方，好想好想要去做的事情。去处理的事情，可是你现在不能去，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内心是也不算被卡住我觉得你会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因为你自己知道其实差不多时机要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现在心里面的这个问题或瓶颈能够更圆满的处理好，或者是能够更快的去突破呢？这两章完全就是讲说你要把你的舒适圈给丢掉，那你要立马脱离你的舒适圈。这圣杯9、圣杯10都倒着，要努力了，好不好？就是你要逼自己努力咯，好不好？好，然后再来就是这张是宝剑2，那宝剑2它其实有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大的一个解释，就是你要保持平衡，因为它是2把剑这样拿着，所以要保持平衡。那另外我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其他事情忙，就是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到你还没有，例如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是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如果你是要去什么地方，就是例如说你要游学、留学，我知道 anyway，或是要换公司也好之类的，那我会觉得你现在还不到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变的是要同时之间去处理2个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想要换工作，或是换部门，或是你想要去游学留学，都好，就变成说你现在的工作，你还是必须要把它做好，然后同时你再去进行，例如说你之后的新的地方的一个计划。就跳槽计划啦，或者是留学计划啦之类的，就变成说你要同时之间去好好的去处理2件事情，而且要取得一个好的 balance， 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样子。而且宝剑2的话，就是你那个拿捏要比较精准一点就是比较不要带情绪，因为宝剑系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智慧的。然后还有就是收集资讯的一个牌，所以我会认为说，你就是把你的一些情绪面排除掉，那现在该做的事情要做，可是你可能还要再多做之后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或是想要改变的事情之类的，那势必你就比较辛苦，你就必须要脱离你的舒适圈，例如回家就不能看电视了，你可能就要读英文了，那例如你可能就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追剧了，你就必须要一边先去找你下一个工作，或是你要开始好好的写你的经历、你的履历了之类的。
OK， 好，所以脱离舒适圈哦，好吗？可是其实脱离舒适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加油好吗？帮你们加油。好，那从你看到影片到接下来大概几个月，你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处理的好，或者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困难解决，或者是你现在的瓶颈要突破，真正突破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往后数。所以这张是我们这个月，就你看的影片的这个月。那如果是月底的话，也算是就是属，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这个月这样子。所以如果是月底的话，蛮 lucky 的，就比较快一点。好，那我会觉得下个月会有一些新的进展，会有一些新的。我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诶，你往一个好的方向去了。OK， 因为圣杯4它本身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契机、新的进展的感觉，但是它还不算是一个完成的一个 sign，所以我会认为你下个月会有好的方向、好的进展，而且还蛮明显的哦。那可是接下来中间又会停滞一段时间哦，所以就是往后数大概第5个月，我觉得你会达到你要的，然后你应该可以顺利的把你的问题解决，你的瓶颈可以突破，那你想去的地方，我觉得你在5个月后你一定可以去 ，OK 吗？话说他们是一对耶，好神奇哦。OK， 好吗？就是你想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或者是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在5个月之后，结果等着你，而且是好的结果。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卢恩符文哦。这卢恩符文伊瓦兹，它本身是一个合作、合伙，然后一个共生的概念。它其实是这个符号是来自于马，就是那个对，就一般的马，骑马的马。所以马跟骑士，因为卢恩符文它是来自于北欧嘛，所以其实骑士跟马的关系，它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骑过马，就是其实如果你有骑过马，你一定会知道，就不是你一个人要逼他往哪里走，他就会往哪里走，而是达成一个巧妙的一个彼此互相尊重，然后一起去以最快的速度去达到你们要走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其实，sorry。喉咙怪怪的，等我一下，我喝个水。我没有水，大家等我一下，我去喝个水哦。OK， 我回来了。好，那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可以跟你合作，或是可以协助你的话，那我觉得你好好的去请求他们跟你，就是协助你，或者是支援你。那同时之间，如果他们有需要帮助的，你也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这张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符文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或者是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则，就我们做事不能过分。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有一些资源，
那我觉得是彼此互相尊重，彼此互助共生。那不可以过度的去依赖别人，或甚至去压榨别人。那别人，我们当然也不能够允许别人过度的压榨我们，或过度的依赖我们，好吗？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台湾人嘛，那从小到大，其实我们真的很难学会去拒绝别人。就是说 no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一直在学习，就是我要怎么样子，我跟别人好好的说，就是说，不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过分了哦，所以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一个概念，也是在这个卢恩符文里面的很重要的概念。那彼此共生、互助、信任，并且忠诚很重要。OK，希望这几个phrase 可以给你一些共鸣，这样子。好，OK，那我们今天第2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浓郁栗子馒头和阿尔吉兹符文的朋友，如何才能够突破你现在目前的困境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现状，就是你现在目前的一个瓶颈、困难、麻烦，它对你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是很好的诶，你确定它是麻烦或问题吗？我觉得它是帮助你提升非常重要的、非常良好的一个课题。这牌也太好了吧！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那我们如果要让你这个问题麻烦能够更顺利的解决，或者是能够让你的瓶颈顺利的突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看一下有什么建议。这还需要建议吗？我觉得很好诶。
OK， 好。那虽然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这个瓶颈或者是这困难麻烦，其实对你来讲只有好没有坏。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如果你要把这个麻烦、这个困难解决，那从现在你看到影片开始，要几个月之后，它能够顺利圆满的解决，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瓶颈，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突破？或是如果你有想要实现的梦想，你想要做的事情，能够顺利的达标完成，会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平常在算牌也没有出现这么好的3张诶，也太幸运了吧！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好，这个月不行，下一个月。等等，没事。好，还没。下个月。再看一下。哦，我最多出到6个月。哦，好，看来还是有点浪涛的感觉。好。OK， 我们来解牌吧。等等，我发现一个对，等一下。好，这样有挡到吗？我看一下，稍微调整一下。OK， 好，还好旁边有那个放筷子的小东西。好，先这样子把它挡起来。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3张哦。这3张真的可以称为是绝世好牌耶。所以我在想，你现在目前面临的一个困难或者是瓶颈，我认为应该要把它称作是课题或是试炼。这3张牌它出现，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卢恩符文其实有关，我觉得是有共鸣的。这我等一下在最后再来讲解这个符文的意思。那这3张牌，我会觉得今天你面临的这个瓶颈或是困难，它其实是把你推向一个更好的境界，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后而且我觉得会让你变得更丰饶。那也可以找到自己心中的一个亮点。然后甚至可以让你闪闪发光，能够发挥你的才能、你的天赋，或是发掘你的才能跟天赋。那圣杯 Ace 的话，我会认为它会让你的心里面更有爱，可能更能够共情别人，或者是你的心胸会变得更加的宽大。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是完全是只有好没有坏。OK， 那如果我们要让你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试炼或课题，要能够更顺利的，或是往更好的方向去进展的话，去推进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其实这2张牌其实很明显，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你保持原状就可以了。
保持你现在的步调，保持你现在的一个规划就可以了。进对应对的方式也是现在这样就 OK。好，那这个钱币随从的话，我会认为除了就是保持现状、保持安定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在更往更深的地方去探讨，去找寻是否有更好的解方，或是更好的一个成长提升的一个方向呢？或者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打算写什么论文的话，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些资料，更好的一些讯息，或者是更好的资源你可以使用呢？就是还藏着一些宝物，你还没有发现呢。OK，所以我会觉得是很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从这个月开始，往后推6个月，大概什么时候，目前你的所谓的你认为的困难或瓶颈，能够有一个结果或有一个进展呢？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月。那这个月，我觉得你还蛮辛苦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蛮辛苦的。那下个月，我觉得你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可以有，就是还不会有进展，也还不会有结果，可是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方向。那，我会觉得在下个月，这个月应该是可以看到一个成果，或一个结果，或一个结论出现。只是这个结论不一定是你能够满意，你能够觉得很好的，但它至少是一个公平公正，而且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结果。这句话还蛮有深意的，就是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有很努力的去做一个处理，或者是一个尝试，一个计划，你有很好的去实施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会得到你应得的那个成功的量。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看到这张牌的话，其实你现在很辛苦，没有错。那我会觉得你就持续的，或是更加的努力，因为在下个月，你会看到你努力的累积的那个量到底有多少，付出多少就能够得到多少的这个意思。OK，那比较注意的是，因为我刚就不知道为什么看了这张牌，我还是会想要再出下一张牌，这样，所以我索性把6张牌，就是大概半年份全部都出来这样子。那这张塔，我会觉得你现在面临的一个事情，在4个月后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或转折，这个你可能要小心，就是要有心理准备。那，我会觉得我其实有一点不想深挖，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塔应该为什么？因为我们大众塔罗会很难去特别针对某一个个案去解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先不要乱出什么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所以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指向哪一个事件或什么样子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各位就是自己心里面稍微有个底，有一个可能打一个预防针，就是在第4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展，或者是有个很大的转折。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 shock 的事情，
也有可能是一个 surprise。OK，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在第5个月，你会觉得回过头来就发现，的确，你现在面临的这些辛苦跟痛苦，其实说不定它真的是帮助你的。就是感觉很像是人生诅咒啊，感觉很像是，就是好像感觉是老天爷的刑罚的感觉。但是其实当你顺利的度过这一切，你能够好好的消化这些，你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原来这些东西、这些试炼、这些课题，其实完全是为了要塑造一个更好的你。你会发现的，就在第5个月的时候。只是在第6个月，我觉得你还是会，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了。那我觉得是会在第6个月，你会发现可能新的问题，或是你在突破了一个瓶颈之后，你会发现下一个瓶颈的感觉，这样子。OK，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卢恩符文，阿尔及兹的卢恩符文。那这个卢恩符文，它其实是从麋鹿的角来的，因为你看它这个样子很像是这个鹿的角，那所以它本身有个很强大的一个守护的力量在，它有个很大的护佑、防护、保护的一个魔力在。那还有一个是坚韧，坚韧。好，那我会觉得其实。我觉得会出现这张牌，就代表其实你是受到神灵的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害怕，或者是你太没有自信，因为你其实是受到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放松的去面对你现在的困难，或者是你的一个瓶颈。那再来就是，嗯，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现在面临的一些痛苦，或者是你的一些，嗯，可能已经很骚扰你、烦扰你很久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会成为滋养你日后你成长，或者是也许你有一天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你会感谢这些试炼或者是课题，他们真的会把你推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境地，真的是会的。所以我会认为你可以更放松的去面对这些东西，然后相信神灵，他们是护佑你的。那如果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真的很不安，你很害怕失去保护，那你可以在一些贴身的物品，或者是就是用手指在自己的眉心，你写一下，就是画下这个卢恩符文，它其实可以保护你的，它可以护佑你的。OK，好，那今天我们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